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走路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现在的人大多不情愿走路，即使是走路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路程，很多人还是选择了以车代步。但大家是否知道，其实走路也是有很大学问的。的确，走路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也有研究发现，正因这种基本的动作，实质上也能作为评估中老年人健康的基本状况。一、走路快慢能预测寿命长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走路速度在每秒 0.8 米或者是更快的老人，实际寿命往往比平均预期的寿命长。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0分钟走完500米。他们的另一项涉及 3.5 万名65岁以上老人的研究发现，走路速度每增加 0.1 米每秒，死亡危险就会下降 12%。 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研究中，确实得出了走路速度快慢可预测寿命长短的结论，并且走路速度快的人寿命往往是长于走路速度慢的人。走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要完成这个动作需要调动人体 70% 的肌群，消耗掉的能量也会更多。一般来说，走得快的人心脏、肌肉、骨骼等各方面机能都比常人强，平衡能力、协调能力也比较好，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对意外事故的防范能力自然更佳。长期有规律的快走也能够提高人体各方面的生理机能，如减缓中老年人的血管老化，让他们显得更年轻。不过，刻意的快走对健康或起不到正面的作用了，因为身体本身状态好，你才能走得快。刻意快走的话，改变的只是表面，身体状态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反而更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总之，刻意的快走并不能更长寿，只有逐渐的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才能在不自觉中提高步数，进而才有可能长寿。2、60岁以后走路有6个特征，提示该体检了。若你6个都没有，恭喜你身体硬朗。第一，有无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呼吸平稳很重要，如果走不了2步就呼吸困难，气喘吁吁，则要警惕肺部疾病的发生，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第二，有无头晕头疼。如果脑血管有狭窄，那么走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头晕头痛，这是因为走路加重了耗氧的发生，本身脑血管就缺血缺氧，走路时更进一步的加重了。第三，有无胸痛胸闷。心脏不好的人在走路的时候容易出现胸痛胸闷，这是因为走路时诱发了心绞痛的发生。第四，有无腹痛腹胀。很多人一走路就感到腹痛腹胀，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消化系统的疾病。第五，下肢有无特殊不适。走路时腿部的力量很重要，如果腿部出现异常，比如麻木、乏力、抽筋等，腿部的异常容易导致间歇性跛行。第六，看步态。走路的时候注意观察步态，如果出现步态不正常，比如蹒跚步态、剪刀步态、慌张步态、偏瘫步态、压行步态、跨越步态等，均要高度的重视，这可能是疾病来临的重要征兆，因运动或感觉障碍引起，其特点与病变部位有关，可见于许多神经系统或其他系统疾病。有些典型异常的步态对某些特定疾病具有提示意义。3、要怎么走才有利于身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有益健康的身体活动全球建议中明确提出，根据人类骨骼和肌肉的生长分布以及全年龄段的适应性原则，步行和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方式。而对于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散步是最好的运动方式。澳大利亚在相关的研究中将大于25人的健康活动数据进行整合，
结果发现其中53%的人每天走路步行在30分钟以上，例如骨质疏松、骨关节炎等疾病的发生概率降低了60%以上。无独有偶，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建议，5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每天能够散步 4.8 公里左右，每周5天，15周左右，肌肉弹性强度能够提升大约 0.8%， 总骨密度也能够提升 0.4% 左右。而同样也在中国成人身体活动指南中提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运动建议，推荐成年人每天进行大约6000步左右的日常行走活动。老人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散步，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同时也可以增强腰部肌肉的弹性，防止身体过早的出现僵硬的情况。正确的散步方式也可以加快老年人的血液循环，从而扩张血管张力，把沉积在血管壁的有毒物质及时的冲掉，防止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也可以让老年人全身的肌肉处于周期性的收缩，有利于促进淋巴液以及血液的循环。除此之外，老年人散步也可以缓解暴躁的脾气，从而增强了身体对各种事物以及环境的适应能力。4. 老年人散步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1. 要远离斜坡。考虑到老年人身体衰老，所以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老年人不正确的散步方式可能会导致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尤其是长期的爬楼梯或者是爬坡，都会加重膝关节的负荷，从而让关节受到更严重的磨损。2. 环境清新。老年人散步的环境一定要舒适安全，空气清新，因为在运动的时候需要氧气量很高，所以一定要选择草木比较旺盛的地方，里面含氧量很高，有利于身体健康。3. 保持正确的姿势。有一部分老年人喜欢背着手走路，这样不利于让全身部位得到充分的活动，也不能让身体放松。当背着手走路时，遇上坑洼的路面走路，不能迅速的让身体平衡，容易摔倒。所以走路姿势一定要端正，昂首挺胸，腰背挺直，双臂自然摆动，步伐干脆而有力。4. 把握散步的度。一般情况下，每天走路大约6000到7000步，往往才是最为合适的。骨骼和膝盖都能够处于正常的磨损代谢状态，锻炼的效果和安全性也会更好。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